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清水岩先生所著的《如果1年后您将不在这个世界上》这本书。您无法预知人生何时走到尽头，因此请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您是否一直在拖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否将对自己而言重要的事情一再推迟？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人生何时终结，甚至对自己而言也是未知的。然而，我们常常抱着今天还活着，那明天也一定没问题吧的心态，漫不经心地度过每一天。如今人们的寿命变长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但似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也淡忘了死亡这个必然存在的现实。虽然理智上我们明白死亡终有一天会到来，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总是觉得死亡离自己还很遥远，认为明天、后天都会像今天一样自然到来，因此不断拖延那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明天再做吧，等有时间再去尝试，等工作告一段落再考虑，退休后再去享受生活。我们以为自己有大把的时间，但现实并非如此。此外，即使心中渴望改变，许多人仍被周围的期望和责任束缚，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内心却感到空虚。或许你也曾想过，这样下去真的好吗？却又无力打破现状。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专攻精神肿瘤学、研究癌症与心理的学科的精神科医生，他长期为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心理支持，聆听了3500多人的真实经历，并将他从中学习到的智慧与感悟整理成书。作者认为，面对死亡的人所讲述的话语，往往蕴含着某种普遍而深刻的意义。希望通过本书的内容，让您对人生有更深入的思考，并让您的生命更接近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负面情绪的意义；第二，当人生遭遇到挫折时，心灵经历的5种变化；第三，如何摆脱必须要做这些的束缚。首先是第一部分，负面情绪的意义。如此多的人罹患癌症，即使自己没有患癌，也可能会在家人或亲友身上经历这一疾病。从这个角度来看，癌症并不是一种与己无关的病，而是可能影响每个人的现实问题。不过，近年来医学的进步使得癌症的治疗取得了显著突破，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癌症已经有很高的治愈可能性。然而，即便治愈的概率提高了，癌症的治疗仍无法提供绝对的康复保障。因此，即使治疗结束后，患者依然可能长期背负会不会复发的不安。这种疾病无可避免地让人直面死亡的课题，而癌症的类型不同，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癌症治疗本身会带来身体上的痛苦，某些部位的癌症甚至可能让患者失去重要的身体机能。此外，癌症可能导致社会角色的变化，让患者感受到身份认同的丧失。您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比如，一位日本料理厨师因化疗失去了味觉，一位健美运动员因癌症而急剧消瘦，一个曾经努力抗衰老的人，却因化疗的副作用导致头发脱落，外貌迅速衰老。即便同样是癌症，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着各自的痛苦和挑战。面对这些痛苦，部分患者可能会被心理压力逼入绝境，这一点并不难想象。研究表明，每5名癌症患者中，就有1人会在确诊后陷入抑郁。此外，癌症确诊后1年内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群的24倍。因此，那些经历癌症、每天都在面对严峻现实的人，他们的话语都充满了沉重的分量。在直面死亡、经历严酷治疗的过程中，他们所思考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具有极大的说服力，也蕴含着我们应该学习的人生智慧。健康时，我们很难想象自己会患病，然而当癌症突如其来时，许多人最初会陷入思维停滞，或者试图逃避现实，
但最终，每个人都必须直面癌症的事实。当意识到癌症这一现实无法改变时，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无奈甚至绝望的情绪。然而，在那一刻，在绝望的背后，面对现实的过程便悄然开始。有些人在巨大的恐惧和悲伤中痛哭，但在这些痛苦的表现背后，也蕴含着他们努力面对重大失去的顽强意志。这种面对各种失去，并学会接受新现实的能力，被称为心理韧性。心理韧性在日语中译为恢复原状，最初是物理学的术语，后来被引入心理学领域，用来形容像柳树一样的心理状态。柳树在风中弯曲变形，但风停后仍能恢复原状。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启示：大多数人即使经历巨大冲击，也能像柳树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恢复。当我们明白这一点后，未来在遇到困境时，我们的应对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作者在接触许多癌症患者后惊讶地发现，许多人在经历苦难后，竟然找到了与疾病之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在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是一种在患者坦然面对疾病的过程中自然发生的心理变化，因此本人往往难以察觉。当您遭遇痛苦时，不必强迫自己必须通过悲伤成长。面对苦难，并没有所谓正确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但请记住，您不需要强行压抑自己的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本身有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要封闭自己的内心。在压倒性的现实面前，感到茫然无措是正常的，内心充满不甘、悲痛欲绝也是理所当然的。当这些情绪出现时，请允许自己好好悲伤，彻底低落，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有些人在极度痛苦时，会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强迫自己保持冷静。然而，压抑悲伤并不会让它消失，反而会一直潜伏在内心深处，持续折磨自己。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允许自己释放那想要哭喊的心，并告诉自己这样做没关系。让我们正视悲伤与痛苦。然而说起来容易，面对这些情绪本身可能极为困难。某些悲伤和痛苦过于巨大，让人难以承受，即使有人给予鼓励，也可能觉得遥不可及，甚至显得不真实。地震便是其中之一。当人类遭遇远超预想的冲击性事件时，心灵的运作可能会崩溃。即使眼前发生的事可以被感知，人们仍可能无法相信那是现实，甚至无法将其记入记忆。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解离状态，不仅仅是在接受癌症诊断时，当心理遭受巨大冲击时，人们常常会经历这种状态。然而，当人逐渐从解离状态中走出，接受现实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强烈的愤怒和悲伤。愤怒，像悲伤一样，是一种必要的情绪，尤其是在经历不公平或无理之事时，它有助于保护自己。人可能会因无法压抑的愤怒而喊叫，甚至摔东西，但无论如何挣扎，现实依然坚定地摆在面前，最终连愤怒也会令人感到疲惫。当愤怒的情绪逐渐平息，悲伤便会充满内心。悲伤是一种因失去重要事物而产生的情感，它本身具有治愈心灵的作用。要真正接受深重的悲伤与痛苦，需要时间与一系列复杂的过程。起初人会陷入茫然，不愿相信发生的事实，接着可能会哭喊、歇斯底里，因不公的现实而愤怒。之后目光转向所失去的事物，泪水难以止住，最终意识到人生本就不公平，沉浸于悲伤之中。人们会在经历这些不同阶段后，逐步学会与现实共存。心理学上，这一过程被称为哀悼工作。通过这段艰难的旅程，人们最终得以迈向新的现实，重新开始生活。然而，像风暴般席卷而来的悲伤与愤怒，并不会轻易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消除。当人真正体会到无论如何，
这个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时，便会产生类似于放弃或绝望的感受。正是这种心境，使得悲伤与愤怒逐渐减弱，并促使人开始思考新的生活方向。因此，我们不应逃避悲伤、痛苦和愤怒，而是要真切地接纳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培养强韧而柔韧的心灵。那么，当我们正面接纳了这些悲伤后，内心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接下来是第二部分，遇到挫折时心灵经历的5种变化。当一个人正面面对巨大的悲伤与痛苦，并从心底释放这些情绪后，心理状态通常会经历5种变化。这5种变化分别是：对人生的感激、新的视角与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作为人的坚韧与成长、精神层面的转变。并非所有人都会经历这5种变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会在其中找到共鸣。接下来，我们以癌症患者为例，来探讨这5种变化。1、对人生的感激。在5种变化中，最先出现在大多数人身上的，是对人生的感激之情。当一个人被诊断患有癌症，他会开始深刻意识到死亡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不安和恐惧。然而，正因如此，他也会开始意识到活着的每一天，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人类天生会珍视那些稀有的事物。当时间看似无限时，我们容易忽视日常的点滴。但当生命的终点变得清晰可见，每一天都会变得异常珍贵。于是，一些人开始对自己仍然活着的每一天心怀感激，即使是现在健康的人，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突然被诊断出癌症，或者遭遇意外事故、天灾等。健康并非永恒，而是随时可能失去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铭记这一点，我们看待人生的方式或许就会发生改变。2、新的视角与可能性。当人们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并对每一天心存感激后，他们往往会开始认真思考，我应该如何度过这宝贵的时间。于是，人生的优先级、真正重要的事情，以及活着的意义，都会成为深思的课题。这种思考方式的转变，很多人习惯于牺牲当下，为未来而活。因此，当他们突然被告知生命的尽头可能即将到来，他们会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活下去，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而活。活在当下，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在很多人的人生中往往被忽略。然而，当人们遭遇重大变故时，他们才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探索新的可能性，并尝试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如果您心里一直有想要做的事情，但没有意识到人生是有限的，想着以后再做也不迟而一再拖延，最终可能会在尚未实现的情况下走向终结。如果有一件您无论如何都想完成的事情，您是否有认真思考过该如何实现？应该何时开始？您是否已经开始准备？如果此刻您被告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您会优先考虑什么？这种意识非常重要。在思考人生的优先事项后，您认为大多数人会最重视的是什么？答案是与重要之人共度的时间。当一个人身患重病，往往会面临各种困难，即使是那些一直以来凭借自身能力克服挑战的人，在这个时候也可能感到力不从心。然而，在这样的时刻，家人、朋友乃至身边的各种人都会向他们伸出援手。这种经历会让人重新意识到自己是被许多人支持着、守护着的。3、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转变。作者在心理咨询的工作中，经常听到病人说，自己因接受了许多善意，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而且在经历了他人的帮助、鼓励与支持后，许多人会萌生自己也想为他人尽一份力的想法。此外，许多癌症患者表示，患病让他们对他人的痛苦有了更深的共鸣。在生病之前，即便听到别人的艰难经历，他们也只能敷衍地回应一句“确实不容易啊”，但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他人的痛苦。而经历疾病后，他们开始意识到，
世界上并没有健康人与残疾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而是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世界里，这种二元的区分便不再存在了。此外，很多患者在经历疾病后，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坚强。4. 作为人的坚韧。例如，一位50多岁确诊胃癌的女性分享道：直到现在，我的人生一直很顺利。罹患癌症后，经历了超乎想象的痛苦，但当我挺过来后，我仿佛闯过了一场修罗场，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自信感，自己拼尽全力走到了这里，真的很了不起，甚至开始想要夸奖自己，意识到自己能做到，让我对自己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让我真正建立起自信，这正是人类的强大之处。同时，有些人在面对生死的过程中，会察觉到一种超越人类自身的存在或力量。5. 精神层面的升华。有人开始意识到神的存在，有人则对大自然的壮美深感震撼。自古以来，人一直与自然共生，或许这也是他们始终与自然保持亲近关系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是第3部分，如何摆脱必须要做这些的束缚。人类天生具有面对苦难的力量，因此即使罹患癌症等重大疾病，感到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许多人最终仍能直面失去，并努力活出新的生活。要正视失去，最重要的是允许自己悲伤和低落，如此一来，才能真正体会到人生的可贵，发现新的视角，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坚韧。这便是前面所讨论的内容。然而，也有一些人很难走出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情绪。这些人无法承认自己正在悲伤，也无法接受自己正在愤怒。如果一个人不能正视自己的真实情感，就无法真正面对失去的痛苦。那么，为什么他们无法接纳自己的真实情绪呢？那是因为，即使内心深处渴望某些事情，另一部分的自己却不断告诉自己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并强行踩下心里的刹车。这个另一个自己会成为阻碍复原力的壁垒。然而，这类人并非什么特殊的个体，而是在社会中没有引起特别问题，以某种意义上普通的生活着的人们。事实上，他们往往是努力家，在各种领域取得成果，并在社会上获得了认可。然而，在他们漫长的生活历程中，这个另一个自己逐渐诞生并成长。要真正了解另一个自己的本质，需要回顾自己从童年到现在的成长轨迹。当我们回顾过去，便能逐渐意识到另一个自己如何在潜意识中不断束缚着我们。虽然在过去，或许确实有不得不依赖另一个自己的理由，但现在的我们，是否可以允许自己忠于真实的内心呢？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试图压抑真实感受的自己。意识到这一点，是接纳自我的第一步。比如，不工作就不是自己，不保持精力充沛就不是自己。这些必须这样做的思维模式会让人深感痛苦。那些被必须做这些束缚的人，不妨思考自己为何会有这样的信念。过去的哪些经历塑造了这样的想法？或许这些观念如今已经变成了无形的诅咒，即使现实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仍然被他们束缚。即使一个人内心深处渴望依赖，感到悲伤，但另一个自己可能会不断告诉他不能示弱，让他被迫隐忍着度过每一天。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正视自己，探寻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自己真实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区分想要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年幼时，我们会凭借想要来驱动自己，比如想要撒娇，便依偎在母亲身旁。然而，随着教育和社会化的影响，我们逐渐形成了必须的自我，例如不能示弱，必须更加努力，在这种场合必须表现得得体。那么，真正的自己究竟是想做的自己，还是必须的自己呢？作者认为，我们应该珍视那个渴望表达悲伤、依赖他人的想做的自己。如果必须的自己成为主导，并不断压抑想做的自己，
最终我们的内心会承受不住。即便必须的自己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如果忽视想做的自己，一旦遇到困难，比如患上癌症等重大变故，我们会彻底迷失方向。面对失去，最重要的是允许自己悲伤，允许自己低落。然而，必须的自己却往往不允许这种情绪存在。因此，只有想做的自己成为主角，我们才能摆脱内心的迷茫。对于长期被必须束缚的人来说，要听到自己想做的声音并不容易。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方向呢？那些经历过癌症、真正直面生命终点的人们，给出了共同的答案：不要被外界的评价所束缚，而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优先珍惜与重要的人相处的时光，充分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在盲目顺从必须的声音之前，试着反思它是否真的必要，并逐渐尝试违背它。例如，拒绝不想去的聚会，去看自己一直想看的电影，这些都是对必须的小小反抗。通过积累这样的微小反抗，我们会逐渐发现，自己并不一定要被必须束缚。此外，我们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开始，练习倾听自己的想做。比如在选择食物时，不必过度计算碳水和热量，而是闭上眼睛，感受自己真正想吃的东西，然后去挑选。用这样的方式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而不是用理性分析来强行约束自己。这种随心所欲的体验，反而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真实需求，反抗必须的声音，并有意识地倾听想做的声音，是解放内心的练习。同时，时刻意识到死亡的存在也是关键。当我们真正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才能更珍惜每一天，活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呢？关键就在于，从被必须束缚的自己，逐渐转变为倾听想做的声音的自己，解放必须的自己，聆听想做的声音。带着这份意识，我们将能够更加珍惜有限而宝贵的日子，活出更自在的人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